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炯，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魅族刚刚发布的18 Pro， 还有18。珠海的小厂，我感觉今年拉回份额是势不可挡了。本期小白测评还是一样，软件体验、数据干货还是非常足的。不关注体验，小白测评马上开始。记得3连白视频点赞、收藏、投硬币。这次魅族的18系列一共发布了2个，直接是一个大杯加上一个超大杯的一个配置。我们手上的一个白色的版本，还有一个蓝色的版本之外，还有一个叫等风的渐变颜色。忍不住提前说啊，这次的18手感真的实在是太好了，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白色版本呢，其实和18 Pro 这个大号呢，其实还有一点不一样。它们全系呢都是带 AG 工艺的，但是这个小号的呢，从侧面看的时候，它有点灰白色的那种感觉。大号18 Pro 这边呢，就是那种纯白。包装盒方面呢，这次在发布之前引起了不小的这个争议啊。魅族呢也是全面宣布不再送充电器了，它采用的还是之前用过的被这个妹友们俗称棺材盖的这种竖开合的一个方式啊，还是比较少见的。它里边只有一个数据线。Pro 这块啊，大家可以把情怀2个字打在公屏上啊。这个是浩瀚苍穹，也就是蓝色那个版本，很有那种丝书风的感觉。蓝色。非常好看，非常精致。我个人非常喜欢的翻页舒适的这个包装方式，这个还是对我自己有一点特殊意义的，完完全全属于我自己的购买的一台全新的智能手机，也是我自己的第一台，是魅族的 MX3，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那个包装就是翻页书的形式，当时它用了2代，非常的经典。18呢是连清水套没有啊，够环保。取消充电器环不环保这件事情，之前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啊。但是我想说，你购买任何一个产品，只要是盒子里边，或者说给你的东西，全部你都是付过费的。某种意义上讲，你取消什么都可以，你连盒子都可以取消。买手机的时候，直接递给你这个手机都行，价格到位就可以。就怕的是你价格是吧，完全没有变化，然后你还取消充电器，这个就是变相提高你的利润率了。你怎么看呢？反正大家可以把环保2个字打在公屏上。买2手机上小白有品 APP，3天无理由退货，180天保修，原装正品，国行代票，新人专属无门槛优惠券，有手机有电脑，还有各类3C 数码兼货，赶紧搜索上车，各大应用商店均有下载。这次的大杯和超大杯在配置方面呢，并没有差别特别大，因为这次魅族明确表示，这是一个小屏旗舰机，你既然叫旗舰，就不能做过多的阉割。Pro 版本呢是40瓦的电荷泵，18这边呢是小缩水一点点，36瓦。作为 Pro 这样的超大杯来说，40瓦确实有点不够看啊。OK， 我们先从这个18来开始啊。白色版本的中框也是做过磨砂处理的，所以说握持的一体感上要更好一些。这白色是我的主推色，蓝色呢也很一体啊，只不过它的这个中框是抛光过的，有一点点的差异。这次在发布之前的魅族也说，这个17呢是这个白色面板的绝唱了。曲面屏做白色可以啊，但是从量产的角度上来讲的话，真的是非常疯狂的一件事，几乎不可能，除非你不考虑成本，或者说把它的价格标得非常的高，这个时候用户肯定就不买单了。这个曲面屏呢，其实也非常克制了，这个是目前一个主流吧，包括屏幕大哥三星也是这样做的啊。你说它是曲面屏，但其实也就是两边微微取了那么一点，两边呢还是有偏暗的问题，因为它再少它也是有的。质感方面不用说了，非常精致，没有任何缩水，不是什么塑料中框的啊，金属中框，但是它只有162克。机圈能被160这个重量开头的凤毛麟角，4000毫安时的电池，对于这个重量来说，这已经算是做的非常好了。所以说这款手机，如果你是追求手感的话，在上半年这应该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个旗舰了。屏幕材质也是 E4，如果我们说 K40那个是三星对外卖的最顶级的直屏了，那么这块屏幕应该就是说三星对外卖的最顶级的曲面屏了。不知道后面会不会升级更新啊？因为对于魅族来说，万物皆可 OTA。它现在这个软件版本啊，还没有2K 加上120赫兹同开。对于4000毫安时的电池来说，同开的话，这个电确实会掉得比较快。它是一个两边等宽的一个设计，就是顶部和底边是等宽的，尤其是这个小下巴啊，看着非常性感。顶部是一个微缝听筒的设计，最顶边呢是没有开孔，但是它也是一个听筒式的双扬声器。后背啊，我觉得就稍微有一点失望，或者说特别失望也可以啊。摒弃了魅族之前的任何设计特点，没有任何魅族的元素，非常像 OPPO 的手机，也不能说它差，就是它丢失了一点点魅族的
原始气质。你说这个虽然说有人觉得好看，有人觉得不好看，但是辨识度绝对是无敌的，一看就知道是这个魅族的手机。或者说是吧，你不知道，但是你知道这手机挺特别，这个盾牌这种设计，但是这个就太大众传统了一些，然后是一个3摄的设计，但是还是挺简约的啊。充电是一个比较大的区别。第二个就是在相机方面，我觉得唯一说它旗舰机稍微差一点的地方，就是88处理器配了一个682的这个镜头，但是也还 OK 啊。大哥这边啊，这个主摄啊就屌了，是来自三星的 GN1， 这颗镜头呢之前是由 vivo 来独占的。它应该是目前在机圈来说一线梯队的主摄sensor，和 MX700呢是在同一个量级的，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景方面，MX 的682一对比之下就要差一些了。先来聊几句这个 SMA 的记忆金属光学防抖，这个技术其实华为之前用过，从成本上讲呢要比传统的 OIS 要贵一点，区别就是不在镜头外圈加防抖，而是在镜头的堆叠过程中加上一个记忆金属的连杆。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可以减少整个镜头的表面积，GN1的体积已经很大了，但是会增加一点镜头的高度。18和 Pro 都采用了 SMA 的技术，我们在实际的体验中的效果和传统的 OIS 光学防抖没有感受出特别大的区别，夜景成片率还是非常高的。但是这个技术有个问题，就是用久了发热会影响记忆金属的反应，比如连续拍摄10几分钟啊，这也比较少见啊。实拍方面，在光线不太好的白天和室内场景下，18个 Pro 虽然主摄不同，但是整体表现还是非常接近的，无论是宽容度、白平衡和调教都非常接近。即便18的色彩表现也要好于17 Pro， 比如这组友商的 logo， 18、18 Pro 明显就要更加真实一些。而拍摄花朵等颜色艳丽的物品下，这个版本的18、18 Pro 会出现一些偏色的问题，明明是橘黄色的花朵都被拍成了黄色，不如17 Pro 和 X50 Pro Plus 来的真实自然，并且魅族还出现了对焦失灵的问题，无法主动对焦，点击也对焦失败，建议马上修复。夜景上，默认情况下魅族依然不主动调用夜景模式，而手动开启后，样张的亮度、宽容度以及暗部细节表现都有不错的提升，但是白平衡上稍显偏红，不如 X00 Pro Plus 的 GN1 来的真实。最值得夸奖的还是一个魅族的细节拍照体验，有点苹果那味儿啊，就是在拍摄夜景的时候，只需要按下短暂等待，不需要一直举着手臂等待，拍摄完成之后让它自己后台去处理，但是后台的合成时间就显得长了许多。总体来说，拍照上18全系肯定是要好于17 Pro 的，软件体验上升级也非常不错，只在目前一些颜色场景下不如上一代来的稳定，尤其是 GN1 这个顶级头啊，还有不少的优化空间。具体实拍样张和本期的实测数据，在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魅族18，你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查看。在软件层面呢，这次配合 Flyme 9呢，也是上了一个 Live Photo， 就是拍摄一张照片长按的话呢，它变成一个小的视频。前摄方面呢是一个2000，一个4400，也是有区别的啊。软件方面的这个18 Pro 呢，还是可以拍摄8K 的这个视频的，只不过现在这个版本呢，它现在还没有推送。硬件配置方面，这次大哥的堆料是非常足的，除了 GN1 之外呢，它还加入了三星的 3D ToF 镜头，它这个颜色方面呢，就是有点那种亮黄色的那个感觉，整个识别景深的这个效果上呢是要更厉害一些。到底是哪儿在响啊？我都已经给关了声音了。这个Flyme 9是有些小 bug 吗？打乱我的节奏啊！这个镜头在判断景深方面，这个效率和准确度都要高很多。整个这个后背 ID 呢，能看出来就是非常强的三星大哥风。如果是18的话呢，我肯定推荐你买白色；但是如果是18 Pro 的话呢，我更推荐你买蓝色，或者说它那个渐变色。为什么这么说？因为18 Pro 镜头这个6柄吧，应该说是突出的这一块呢，它也是白色的，相对这个黑色的镜头呢，就显得非常的突兀，因为它元素非常的多嘛。如果是这个蓝色的话，质感就要好很多了。整个这么大的一块镜头啊，好像是并没有做那个镜头的黑化处理。Pro 版本呢是6.7英寸，4500毫安时的一个电池，但是它的重量呢，我感觉也是得到真传了，189克，相对来说比较轻薄的。只不过由于它的镜头呢上面有一点点坠手那种感觉，镜头、屏幕大小和充电啊、电池，这是18和 Pro 呢比较关键的区别。除此之外呢，它们两个全部都是一样的。比如说屏幕方面，还有就是非常核心的配置方面，比如说 UFS 3.1，这个 LPDDR5，它们两个都是满血的版本，没有什么阉割和缩水啊，全系都是 WiFi 6E。实测数据上，娱乐图18 71万加18 Pro 多次测试仅突破70万分，存储速度上18持续读取高达1992兆每秒，刷新小白测评数据库榜单。写入速度上和华为有一些差距。实际体验上，小白测评20款应用2轮打开测试，12G 的版本魅族18用时101秒，相比于17 125秒的成绩提升还是很大的。18 Pro 则是慢了一些，用时109秒，测试时有退出游戏屏幕短暂卡住的小 bug， 两台都没有
没有杀进100秒大关。作为新的 Flyme 9第一版啊，这个成绩其实还是 OK 的。续航方面，1080P 加上120赫兹的模式下，3小时轻度续航测试18剩余了46%，18 Pro 剩余50%。小白测评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18在4小时40分钟的时候关机了，没挺过5个小时，18 Pro 剩余了3%。全量稳定推送之后，我们再给大家复测更新。看的那个视频嘞，还有我这个大字写。在游戏上，光明山脉极限性能测试，18平均49.1帧，波动33.1，游戏发热掉帧较为明显。18 Pro 无法安装 App， 暂时不能测试。温控方面，小白测评数据库标准的1小时和平精 HDR 高清加极限60帧，18的轻薄体积限制了散热，机身正面最高50.8摄氏度，18 Pro 最高仅44.3摄氏度。极限的原神最高画质测试，18平均48帧，18 Pro 平均54.5帧，两者游戏均在4-5分钟的时候开始掉帧，且888 CPU 调度的策略基本相同，前几分钟 A78 大核和 A55 小核高频运行，差异基本不用，帧率稳定，后出现了降频导致掉帧。但18 Pro 可能因为体积的原因，温控上放得更开，半小时原神发热要高于魅族18，最高达到了55.8摄氏度。虽然帧率更高，但是功耗也达到了6.8瓦，大家可以暂停对比这张图。总之，你帧率更高，发热和功耗就要更高。在前驱一热的时候啊，就有一个特别大的升级被大家讨论，第2代的超声波屏下指纹，这也是目前最顶级的屏下指纹技术，0.1秒解锁，而且可以失手解锁，而且可以盲解。总而言之，就是目前最快的指纹解锁了啊！亮屏就不用说了，这速度非常快。它在实验室里边还有一个水下解锁，这个我就觉得有点怪了。这个手机还没有明确标注 IP67 的防水防尘，虽然说超声波指纹是可以在水里边解锁的，但是这手机能全部下水吗？反正上面淋点水，这解锁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超声波的这个指纹解锁呢，跟这个光学的呢，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就是光学啊，它需要这块亮起来，其实它就是这个照射你的指纹，速度呢确实要慢一些。这段时间在体验中呢，不管是它这个解锁姿势啊，还是容差的面积呢，都是非常好的。就是你大概往那位置一摁，它就解锁了。对了，前面忘说了，它这个底部呢是1216的这个扬声器，然后全功能 FC 啊、M Engine 啊、这个 XO 的这个震动马达啊，作为小厂来说，体验还是非常好的。如果你看过小白测评19年的系统横屏，应该知道 Flyme 8的系统推送广告是最多的。其实魅族自己都知道，下该广告有点多。Flyme 9的更新不仅仅砍掉了预装的第三方应用，连系统推送广告也一并给砍掉了，只默认打开了开屏广告，而且在我们体验的数天之中，连这个开屏广告也还没有出现过。确实是个3无系统，无广告、无推送、无预装，这种感觉真的仿佛回到了魅族最开始做手机小而美时的那个样子啊！这不是魅友们当初最爱的那个 Flyme 吗？而且这次非常情怀的加入了历代 Flyme 的主题，这一换，仿佛就回到了我大一的时候。这次除了状态栏和一些界面的动效变化之外 ，Flyme 其实根本性变化并不大，最主要的就是去广告和隐私保护了。除了默认禁止第三方的推送之外，行为记录、敏感权限提醒以及提供空白信息等等功能也都有了加入。不过严格来说，这不能算是什么革新升级，应该算是终于跟上了主流的步伐。而你们想要的小圆圈通知提醒也来了，魅族还是挺宠魅友的。Pro 这块我觉得它的价格应该不会太便宜，18这边呢，我觉得它应该会拿出一个比较有诚意的价格。至于大家说的那个M18，就是87的那个版本，我是非常建议魅族出的，因为魅族目前的产品线来说，并没有铺得特别的开，其实机器还是比较少的。如果多出一个的话，尤其是870的这个版本，可能增加一些它的这个影响力，还有这个受众。今年在市场层面呢，还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尤其是针对魅族这样相对来说体量没有那么大的厂商啊，就是芯片大规模的缺货。它目前全系都是888的处理器，展现出来了非常足的诚意，但是后面的这个供货，我真的是为魅族捏一把汗。我觉得今年魅族能够拉回不少份额如果供货供得上的话啊，这个18如果拿出一个比较有诚意的价格的话，应该会处在长期缺货的一个状态啊。之前啊，经常会说这么一句话。